上一集我哋講到呢個毗約拿拜拉雅族嘅第一道門，咁第一道門好簡單啦，亦都好深奧，就係呼吸。唔係咩深呼吸教學，亦都唔係叫你吸氣放氣，吸氣放屁，吸氣放屁，呼氣放鬆肩膊，唔係嘅，而係留意一口氣同一口氣之間咧，原來有一個好細嘅空位。咁我上條片講咗啦，咁我覺得呢個空位咧就唔單止係呼吸入面嘅空位啦，亦都係人同反應之間嘅一個空位。人咧最可怕嘅地方咧，其實唔係有情緒，而係完全被情緒拖住走。一嬲你就爆，一驚你就縮，一貪你就撲，係咪？一受到刺激即刻要反應啊！唔知點解。但係如果中間有一個空位，人就有機會睇見自己。所以第一道門咧係呼吸。咁問題係嚟啦，如果呼吸咁簡單，咁點解咁多人打坐打極都入唔到咧？點解大家明明知道要觀呼吸，但係一坐低個腦就嘈到七彩咧？點解你越想靜，心入面就反而越嚟越多聲音？喺呢本書其實後面咧，似乎係有開始第二種路線嘅。如果第一道門係呼吸嘅話，第二道門就係昆達里尼。咁講到昆達里尼咧，好多人就即刻精神晒，因為呢四個字咧本身咧已經係好有神秘感㗎啦，係咪先？昆達里尼喎，同埋網上面咧好多都吹到昆達里尼好似神咁，好似好無敵咁啊，爆一大紮能量出嚟咁啊嘛！昆達里尼啊、脊椎啊、脈輪啊、第三眼啊、能量上升、勝力轉化、頂輪開啓咁，一聽就會覺得哇！終於嚟了啦，唔使再講呼吸咁 dry 啦。大家上條片冇人睇嘅應該，因為講呼吸應該冇人想知。但係咧，我哋要先講清楚先啦。我今日咧唔係話我唔係話自己已經掌握咗昆達里尼啦，我唔係嘅。我亦都唔係叫大家睇完條片之後即刻就喺屋企咧谷行個力量上，攻啲力量上頭，谷力量上頭就可以谷啲咩上頭？你話即係我係咧用我自己睇。即係睇呢一本書同埋打坐嘅經驗，去拆解呢套方法背後嘅邏輯。因為我覺得咧，昆達里尼最有價值嘅地方咧，唔係你有冇感覺到你條蛇有冇升上嚟咁簡單，而係佢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人嘅生命力到底可以向下走，定係可以向上走？呢個先係問題嘅重點。昆達里尼最神秘嘅地方，唔係一條蛇有冇清醒，而係你身上嗰股最原始嘅生命力，到底係拖你落去，定係托你上去呢？喂，hello，大家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嗱，我手上面呢本書啦，咁啊講到咧喺呼吸方法之後，文本咧就開始進入咗昆達里尼嘅方法啦。當中咧有幾句其實好關鍵。嗱，第五個方法咧大概就係講觀賞你嘅精氣好似一道光線咁啦，沿住脊椎逐個中心向上升，而生命力亦都節節上升。咁呢本書第六個方法啦，第六個方法就係講喺上升嘅空間入面，好似閃電。而第七個方法就係想像喺覺知中心入邊有梵文字母，先係字母，再變成微細聲音，再變成更微妙嘅感覺，最後放下。第八法就講啦，專注微心，令到呢個覺知先於思想，令到身體充滿精氣，直至頭頂，然後好似光雨咁樣傾瀉落嚟。嗱，呢幾個方法咧係書由呢個呼吸轉入呢個昆達里尼啊、脈輪啊、微心啊同呢個頭頂光雨嘅核心段落嚟嘅。我攞晒啲核心段落出嚟俾大家睇。好啦，咁大家聽完啦，就開始覺得啦，哇，開始完咯喎，係啊，係開始完嘅啦。但其實咧，佢又唔係完全離地嘅喎，因為咧呢幾句説話咧可以分成幾層去理解。第一層係身體。
第二層係能量，第三層係慾望轉化，第四層係意識上升。嗱，如果唔分層嘅話咧，其實一聽昆達里尼咧係有啲亂嘅。咁有人會覺得咧，喂，我覺得自己全身發熱，咁啊昆達里尼醒咗啦，甦醒啦出嚟啦，咁啊有啲人又話我打坐嘅時候個頭頂麻咗一麻啫，麻痹咗一陣，哇我個頂輪開咗啦。有人脊椎咧，打個尿震就話自己哇就快飛升啦。嗱，我唔係話呢啲感覺咧一定冇意思，唔係。但係如果你冇一套理論，咁好容易就會將所有身體反應咧都神化咗。嗱，咁就危險啦，咁就真係危險啦。因為咧修行唔係身體一有感覺就即刻封神榜題名，唔係嘅大佬。咁昆達里尼到底可以點樣理解咧？咁我簡單啲講。昆達里尼咧可以理解成一種潛藏嘅生命力，喺好多儒家同埋呢個密族嗰啲傳統入面啊，佢咧通常咧被形容為潛伏喺身體底部嘅能量。當佢被喚醒，就會沿住中脈或者脊椎方向上升，穿過不同嘅中心，最後到呢個眉心頭頂，令人進入更高層次嘅覺知。嗱。但係咧，如果咧用比較貼地嘅方法講啦，咁其實我會咁樣理解啦。人身上啦，本身就有生命力㗎啦，係咪？咁呢股生命力咧，可以用喺好多唔同嘅方向，可以用嚟生存啦，用嚟追求慾望啊，用嚟憤怒，用嚟創作，用嚟愛，用嚟修行，用嚟祈禱，用嚟觀照。同一股力落去，即係如果向下行，就會變成本能。咁如果向上行就會變成覺知。嗱，呢個就係我覺得昆達里尼最有意思嘅地方。佢唔係叫你否定身體，佢冇。佢唔係話身體係低級啊，慾望係污糟啊，生命力有罪，佢唔係嘅。相反，佢係話你身體入邊本來就係一股力量，問題係你點樣去用佢。你向下行，即係將啲力量向下，你可以變成沉迷、慾望、消耗。如果你向上用，咁就可以變成精神、清明、創造、慈悲、覺察，係咪？咁幾好啊！嗱，呢個其實咧同好多修行系統咧都有呢個共通點嘅。道家咧，譬如好似道家咧，即係會講精氣神。咁啊，佛教就會講呢個轉貪生思維智慧，密宗就會講煩惱即菩提，儒家就會講生命能量上升。咁唔同系統嘅用詞唔同，但係背後其實都係同一個問題。人可唔可以將最底層嘅本能力量轉化成更高層嘅覺知？嗱，呢本書入面咧講得好有畫面嘅。佢話咧，觀想精氣好似一道光線，沿住脊椎逐輪而上。呢一個入邊咧有3個重點。第一係光線。嗱，佢唔係叫你想像一嚿好重嘅氣，佢用光線去做比喻啊，唔係哇我有嚿氣，條氣點行，佢唔係用氣，係用光線。光係向上嘅，光係清明嘅，光係有方向嘅。所以第一個畫面就係生命力再唔係混沌一團，唔係一團嘢，而係一條有方向嘅光，係光。好啦，第二就係脊椎啦。咁點解係脊椎咧？因為咧脊椎係人身體最明顯嘅一個中軸啊。中軸即係你坐直嘅時候啦，由尾龍骨咧到頭頂咧，自然係會有一條垂直線。好多修行系統咧都中意用呢一個中軸、中心線、中脈或者任脈或者脊柱呢啲咁嘅概念啦。因為人一坐直咧，身體就唔會散亂啦。身體咧一有中心線，心咧就會比較容易有中心線。嗱，你試下一個人縮埋、彎腰、低頭、膊頭跌晒落嚟，佢嘅精神狀態咧通常都係沉嘅。相反，一個人坐直，脊椎打開，胸口自然係好自然啦。就算佢未入定，個人都會比較體內都比較精靈同埋清明，係咪？所以咧脊椎呢一度咧，唔止係一條骨，佢係一個象徵，一條由本能去到覺知嘅路。嗱，第三就係逐輪而上。嗱，呢度咧就去到脈輪啦。脈輪可以簡單理解成身體能量中心啦，即係唔同嘅系統中心啦。即係有一啲系統咧會講7輪啦，有一啲咧就會講5輪嘅啫。有啲咧會配合呢個配合腺體啊、神經啊、情緒啊、元素啊、聲音咁樣啦。嗱，我唔想一開始咧就講到鬼死咁複雜，即係都未開始講入定，大家要攞個 Excel 嚟入咗去先。但我唔想講到咁複雜。嗱，你可以咁理解先，身體有不同層次嘅中心，底層同生存本能性恐懼係有關嘅，中層
同消化力量、情緒、心係有關嘅；上層係同聲音、微心、覺知、清明係有關嘅。咁昆達里尼上升就係將生命力由較低嘅本能層慢慢推向較高嘅覺知層。嗱，呢個講法好似有一啲玄，但係其實咧係好貼近人嘅生活嘅。你見一個人完全被慾望控制啦，你會覺得佢好沉啊。但係如果你見到一個人好有創造力、好有精神、眼神係好清嘅，你會覺得佢有一股向上嘅力量。呢個上啊，未必係物理上面，即係有啲嘢升咗上嚟，唔係嘅。咁佢可能係一種生命嘅狀態。好啦，第六法啦，第六個方法啦，本書裏邊講第六個方法咧，其實係好有意思嘅。咁佢話上升嘅空間如閃電，閃電係咩？閃電唔係慢慢爬噶嘛，閃電係突然之間 bling 一聲係一道光嚟噶嘛，一瞬間就劃開咗成個黑暗噶嘛。咁呢個比喻其實係好靚啦嚇，因為好多修行嘅經驗咧，未必係你每日一毫米咁嘅感覺，即係我又進步咗少少，又進步咗少少，其實好難嘅。好多時候咧係你打坐咗好耐啦，完全都冇進步過，係咪？到某一日、某一刻，突然成個狀態都唔同晒，好似有道光劈開咗你平時嘅沉重咁。即係我未必可以解釋到點解，咁但係你可能覺得，咦？點解今日個心情清咗嘅？點解今日以前好執着嘅嘢突然之間冇咗執着嘅？點解身體入邊好似有條線通咗咁嘅？點解今日唔想再用舊方法去生活咧？咁樣嗱，呢啲咧就好似閃電咁，砰一聲就到噶啦，唔係慢慢講道理明嘅，唔係咁嘅，係突然之間照一照咁樣，你見到原來嘅黑暗入邊係有路。但係咧，我都要講翻啦嚇，唔好一打坐就追求閃電啦，唔好話你越追就越冇嘅呢啲嘢。即係咧，你以前日日望打風，我多數唔打風嘅，你明唔明啊？好啦，修行咧好多時候咧真係咁衰格。你越想有呢個神秘嘅體驗、神秘嘅經驗咧，就永遠都唔會嚟嘅。你越扮到好似冇所謂咁啦嚇，扮啦，扮冇所謂，佢真係突然之間夜媽媽敲你度門。所以咧，如閃電唔係叫你追求刺激。係話，當能量同覺知真係轉向，有時會出現得好突然，但係又好清晰、好強烈嘅轉變。去到第七個方法，就開始講脈輪同埋入面嘅字母聲音感覺啦。嗱，呢個方法其實好密教味道嘅，好重。嗱，佢叫你想像喺覺知中心入面有梵文嘅字母，咁一開始咧係字母，然後字母變成微細嘅聲音，再變成更微妙嘅感覺，最後連呢個感覺都放低。嗱，呢個方法我覺得好值得講嘅，因為佢其實講緊一件事，由形入聲，由聲入感，由感入空。一開始咧，你要有一個形象嘅，例如一個字母啊，一個光點啊，一個種子字啊，一個象徵啊。你唔中意一個十字架都得。咁其實對新手嚟講咧，完全係無形嘅冥想嚟嘅，係好難嘅，因為你無啦啦點樣有一個形象喺你呢晚嗰度咧？嗱。譬如你叫一個人啦，即係譬如我叫一個人啦嚇，咩都唔好諗咁，佢即刻會好多嘢諗咁，唔知點解，係咪先？所以咧，古人咧有一個比較聰明嘅方法，就係去俾你一個形象，你觀想，你先觀想一個好細嘅字母，例如空嗰啲啦，或者某一啲種子音啦。嗱，當你專注落去嘅時候，呢個字母咧唔再係只係圖案，佢開始有聲音。聲音再微細落去嘅時候咧，唔再係耳仔聽到嘅聲，而係一種內在嘅震動。到最後，連震動你都放低。所以咧，呢個方法咧，其實唔係叫你執住嗰個字唔買，相反佢用一個字帶你去到冇字，用一個聲音帶你去到冇聲，用一個形態帶你去到無形。呢個就係密法入邊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即係呢本書啦，我唔敢用密法咧。呢本書裡面所講嘅方法一個幾有趣嘅地方。嗱，佢唔係一開始就叫你喂，你空啦。你空啦，佢知道你空唔到，唔好話你係人都知道空係乜嘢，點解都唔知。所以咧，佢一開始俾一條樓梯你啦，你踩住條樓梯上啦。佢即係你帶上到去之後咧，上到條樓梯啦，你行到上去啦，就唔好覺得呢條樓梯就係真理，唔好覺得係。如果係咁嘅就大鑊啦。所以咧，你要放低。嗱，即係你唔係修行，你係同一條梯拍拖，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而家用呢個方法行咗上去，但係你就唔好執住呢個方法。呢個方法係一定得嘅，永遠都係呢個方法，就唔係咁嘅。好啦，咁第三個方法啦，更加高一層，就係佢講專注微心，令到覺知先於思想，形體充滿精氣，直到頭頂，然後陣雨如光傾瀉而下。嗱，呢一句咧已經去到第三眼同頂輪嘅邊緣㗎啦，其實
讓覺知先於思想。嗱，呢一句咧聽落去其實我真係幾中意呢一句，好型呢句。嗱，平時咧我哋一定係思想行先㗎嘛，係咪？有事發生嘅時候，念頭即刻彈出嚟啦。譬如佢係咪針對我？我係咪輸咗？我應該點樣反擊？我會唔會出事㗎？我點樣先可以贏呢？係咪？思想跑得好快㗎，但係打坐練到某一個程度，可能會出現另一種狀態，念頭仍然會有，但係你唔係即刻變成念頭。你見到念頭出現，即係覺知行先，因為你見到佢出現，而唔係佢突然之間出現咗，你先知。以前係念頭拖住你走，而家係你見到念頭喺你前邊走。嗱，呢個差別真係好鬼大嘅，即係我自己經驗話俾我聽，呢個差別真係好大嘅。即係好似以前咧，你係坐喺車入面，俾司機亂揸車，係咪？而家咧，你企喺路邊睇住架車自己經過，兩件事嚟㗎。架車仲喺度㗎，但係你唔再俾佢載住走啫嘛。嗱，呢個就係覺知先於思想，可以去咁樣理解。然後佢講啦，身體充滿精氣，去到頭頂，再好似降雨咁落翻嚟，話個畫面好靚啊，係嘛？能量咧唔係單純上咗去就完㗎嘛，係咪？如果只係上去嘅話，人可能會飄，可能會頭脹，可能會離地，可能會覺得自己好神聖，好多人都係嘅。不過，然後咧睇全部人都係凡夫嚟嘅，即係沙啲個咩聖人模式又再啟動。好啦，所以咧書入面咧講到頭頂之後，仲有一個光雨落翻嚟。嗱，呢個位其實好重要啊！真正嘅上升，最後要落翻身體，落翻生活，落翻人間。如果咧你打坐打到覺得自己好高啊，但係譬如唔好打屋企人啦，鬧屋企人啦，或者對朋友冇慈悲啊，對現實冇責任啊，咁個能量可能係上咗頭，但係未必落到心。OK， 所以咧光雨落下呢個畫面可以理解成上升之後要整合，清明之後要滋養身體，見到光之後要將光帶翻落生活，否則咧你只會靈性版嘅氣球飛得高，但係一吉咧你就爆噶啦。咁我自己點樣睇呢個昆達里尼咧？嗱，我唔會一開始就將佢講成一條真實嘅蛇啦，因為昆達里尼喺好多圖案或者古籍裏面係一條蛇嚟噶嘛。雖然咧傳統圖像入面啦，昆達里尼真係俾人形容成係盤喺底部啊，盤喺我哋個底部嘅一個蛇形嘅力量。嗱，蛇呢個象徵係有啲意思嘅。咁蛇會呢個盤繞啦，即係纏住你啦。蛇會脫皮啦，蛇有毒啦，亦都有生命力啦。蛇貼近地面啦，但又可以突然昂起個頭啦，瞬間係咪？嗱，呢啲全部咧都好似人嘅本能力量咁。本能如果未轉化，咁可以係毒嚟嘅。但係本能如果轉化，可以係力量。慾望如果未覺察，可以令人沉落去；慾望如果被看見、被轉化，可以變成創造力、生命力、修行力。所以我覺得昆達里尼唔好淨係理解成神秘嘅能量，亦可以理解成人嘅原始生命力被喚醒之後，由底層本能向高層覺知嘅轉化。嗱，呢個解釋係比較穩陣啲，亦都唔會話太死科學，亦都唔會太飄。而且咧，我想講一樣嘢，有啲人修行咧，其實會好怕慾望。覺得慾望係污糟嘅，性係污糟嘅，身體係障礙嚟嘅，即係但係喺好多呢個物族嘅系統啦，其實唔係咁睇嘅。佢唔係叫你否定呢股力量，佢係叫你唔好俾呢股力量拖住走。即係其實有嘅，分享下啦。雖然我咁樣分享啲朋友嘅嘢，好似怪怪地咁，即係好耐之前啦，啲朋友咧好奇怪，即係咧突然之間咧，即係食下飯，一家去叫雞啦，即係召妓啦。嚇！你咁突然嘅，咁你咪去咯。即係但係嗰剎那你唔明，即係你係咪突然之間急尿？係啊，有啲人係咁嘅，一急尿就即刻衝入廁所屙尿嘅，忍幾秒都好似會死咁嘅。即係呢一種就係咪俾呢個性慾拖住走咧？我真係唔明嘅喎。即係有冇咁有需要忽然之間去啊？又或者有見過女仔都有。唔係性慾啊，買包包啊，或者買電話即係出咗新 iPhone， 我覺得跟住有個人咧，我唔得，我真係覺得好辛苦，咩咁辛苦啊？我唔得啊，我覺得我好似好 out day 咁唔得，out 咩 day 啊？我部 iPhone 咧而家出咗新㗎啦，我都要去買翻部。我買完之後咧就好似10日屙唔出屎，突然之間屙得出嗰下。你係唔明點解啊？我其實由細到大我都唔明點解嘅，真係。即係我好中意睇漫畫書，我買咗翻嚟咧，我都唔係話要即刻要揭開，即刻逐頁睇，我唔係買低。咁一有時間咪睇咯。咁你生命咁多嘢做，我都想即刻睇，但係你都要搞掂晒啲嘢，你先可以睇噶嘛，係咪先？所以俾呢啲力量拖住走，其實係
幾慘我覺得。咁好啦，咁同一團火啦，即係同一股力量，同一團火，當然可以燒咗間屋佢，但係亦都可以攞嚟煮飯嘅啫。問題其實唔係火嘅本身，問題係你識唔識得用火。人嘅性力、怒氣、生命力、慾望，全部都係火。你冇覺知，火就燒你；你有覺知，火就可以煉你。嗱，呢個咧就係我覺得昆達里尼值得講嘅一個地方。佢唔係逃避身體，而係將啦身體變成一個修行嘅地方。嗱，佢唔係要你抑壓慾望，而係問你有冇能力將慾望向上轉化。嗱，呢度咧就同我第一條片呼吸咧呢一個位咧係連接得翻嘅。嗱，第一條片就講啦，刺激同反應之間要有空位。咁呢一條片第二條片咧就話慾望同消耗之間可唔可以有一條向上嘅路？如果冇空位，你有慾望就要即刻消耗；如果有空位，你就可以睇住呢股力唔急住放出去，而係問呢股力可唔可以變成創作？可唔可以變成打坐？可唔可以變成祈禱、慈悲或者更清醒嘅生命？嗱，呢個就係咧昆達里尼對我嚟講最重要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第二道門咧比第一道門係危險嘅，但係亦都更加有能量啦。因為第一道門咧係觀察，第二道門係咩啊？轉化，即係觀察呼吸，你開始見到自己啦，係咪？觀察生命力，你開始知道自己入咗去，自己入面有一團火，呢團火點樣用，就決定喺你係將佢向下沉啊，定係向上升？嗱，如果用得好嘅話咧，佢絕對係修行嘅燃料啦。但係如果用得差嘅話，佢就會變成焦慮、慾望、躁動、自我膨脹，甚至乎係精神失衡。所以咧，我唔會浪漫化昆達里尼嘅，或者講到佢好勁，唔係嘅。但係我覺得佢係好值得研究嘅，因為佢唔係亂咁玩，因為越深嘅方法就越唔係玩具嚟㗎嘛，係咪先？即係一把膠刀可以俾個小朋友玩，但係一把真刀你唔可以話大家可以亂咁劈啊，開心就得㗎啦，唔可以係咁嘅。咁昆達里尼就係真刀嗰種級別，即係你可以講、可以研究、可以理解、可以小心接觸，但係唔好即係用一種貪快、貪刺激、貪神秘經驗嘅心就去夾硬去吹動佢，唔係嘅。因為如果你用貪心去修行咧，最後收翻嚟咧，可能唔係覺醒，而係另一種更精緻嘅貪念。即係以前貪錢、貪名、貪色，而家變成貪光、貪氣、貪神通、貪開悟，明唔明啊？所以第二條片我會咁總結啦，我會咁講啦。毗約拿拜拉雅族由呼吸之門進入到呢個昆達里尼之門，呼吸之門咧就教你睇到個空位，係咪？昆達里尼之門就教你睇到個生命力。咁第五法就講生命力如光圓脊椎上升，第六法就講上升如閃電，第七法就講脈輪中心嘅字母聲音感覺最後放下，第八法就講微心覺知先於思想，頭頂光雨落下。嗱，呢幾個方法加埋咧就係一幅圖畫嚟嘅，生命力由下而上。由本能變成覺知，由慾望變成光，由身體變成一條通往內在嘅路。即係我唔會話呢啲係每個人都照住做啦嚇咁樣啦，但我覺得係值得去理解咗之後再用翻你自己嘅方法都可以，因為佢提出一個好深嘅問題：你身上面嗰股最原始嘅力量，最後係拖你落去定係托你上去？呢個好重要嘅，呢個問題亦都我覺得啦，我個人覺得啦，係每個修行人都需要去面對嘅事嚟嘅。咁下一條片咧，我哋就會講到更加多人有興趣想知道嘅部分啦，就係你哋最中意第三晚。但係咧，我想講咧，如果你聽完第二條片就明白咗，咁第三晚其實你會明白係冇辦法獨立出現嘅。第三晚咧唔係突然之間額頭多咗隻眼多咗個窿咁，佢係要由前面第一條片講嘅呼吸。要呼吸穩定，身體有中線生命力開始向上，去到微心之後，再去到視覺先可以開始變得有意思。即係你係要隨步漸進，有啲嘢就唔會話無啦啦話，我喺呢個微心度撩個花字，你就開天眼，即係亂咁嚟嗰啲。所以咧第三集我哋就講呢個毗約拿拜拉雅族呢本書入面同第三晚有關嘅方法，例如孔雀魚、深藍空間。關閉七孔，羽毛輕觸眼皮，微心光芒融入心間。嗱，點解第三晚唔一定係見鬼咧？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第三晚根本就唔係，是但啦。咁點解匿埋眼之後，內在世界可能其實唔係黑色？咁大家匿埋眼都黑色啦，係咪先？但係其實匿埋眼內在世界唔係黑色嘅。點解古人會用孔雀魚去形容第三晚咧？呢一個視覺咧，點解咧？咁下條片咧，我哋打開第三道門，第三晚之門。
咁多位朋友，我會留喺美國一段時間，有冇加州嘅朋友或者三藩市嘅朋友呢？可以 email 我嘅，咁約下我，等我再了解更加多美國嘅事，好冇？多謝你哋。哇，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嗱，我最近出版咗一本電子書，就叫做《把快樂還給自己，活在當下》。內容係我一路收集同埋反思，點樣可以令到個心靜翻落嚟嘅一啲小練習同埋體驗。如果你覺得有共鳴嘅話，買翻本睇下都無妨啊，係咪先？唔買唔緊要㗎嚇，幫我喺嗰啲網上評論咧就話評論好睇啊，好好睇啊咁，我已經好開心㗎啦。咁所有連結咧都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㗎啦，多謝大家。頻道嘅觀眾朋友，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只要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等緊你哋啊！